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新加坡时间2025年7月2日下午的2点，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现阶段比特币的走势、预测行情价格以及对应的开仓点位。在开始前还是要做一下风险提示：预测行情价格走势、开仓点位基于我们的平台大数据，我们只会无限趋近于市场表现，但不代表最终结果。请大家合理的妥善保管资金，切勿盲目投资。目前看到的页面的话，是我们自主设计的交易工具，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影片。大家可以在这里明显的看到比特币的实时价格、24小时的增幅比例、24小时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分别是如图所示，并且给出了极强的做多信号。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当下的几个主流币种都给出了一个牛的状态，那预示着会有一波不错的行情上涨趋势。当然，我们会给大家合理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走势。比特币这几天呢，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稳定币。为什么我们说稳定币呢？我们来看看它的走势图。那我们刚刚分享过，比特币的最高点是在10万期间24小时之内啊。那我们再来到 Trending Video 的这个图表当中，你会很明显的发现，注意一下用词啊，之前呢会出现比较强的这个空军的压力，那然后呢价格会往下压，横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在横的过程当中，它也有下压一次。然后遭到了多头的一个小反抗，直到现在的话，这一个4小时下来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因为整体是往上在走的，几乎没什么阻力。不过呢，流动性的话是之前相较于的话已经是超级垃圾了。我跟你讲，大概垃圾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的开的单子没有很大的话，或者是挂在一个比较偏极限整数的位置，通常来说的话，它都成交不了，或者是你这个单子的话吃不满，那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变得很垃圾的一个情况。我也不太清楚目前的市场到底是熊还是牛，还是怎么样子，就是你会很明显的发现现在玩的人是比较少了。那我又不能说它是牛市，因为现在目前的比特币价格是在10万6千，还是很高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最高的价格是在11万左右，但是呢它的流动性呢又不是特别的好，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垃圾的。你不太清楚的是一砸呢会砸穿呢，还是一买会拉爆，不知道。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你看下方这个量能的话，就是我们的 MACD 空军主宰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整体的方向是区域来回震荡，震荡的幅度一般，所以近期不会有超级大瀑布、超级大跌这种情况，目前看不到。因为空头的就空军的这些量能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柱状图的高度来分析的，它其实空军的这一部分力量也不是很强。大家呢，如果真的想把手上的现货去砸盘卖掉的话，这种情绪目前是看不到的。以上分析的空军量能是可以在我们设计的交易指标平台可以看到，那就是这一个板块那我们先看一下交易所和 ETF 的 BTC 资金流向，我们这边点击一下绿色的方框。依据图表，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从6月21日起的话，整体都是在流入的情况，虽然流入的趋势相较于比较稳定，没有特别高的柱状图那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下科普首先绿色柱状图代表着流入，然后红色代表流出，高低呢分别代表着当日流出的数量。比如说我们以6月13日这一天为例，它的流入情况是3353颗的 BTC。所以有时候市场很奇怪，你会发现它明明 ETF 都有在流入的，整体市场行情应该是以往上走为趋势，但是呢市场还是以空军为主导，做多的人呢还是没有空军来的那么多。不过空军的力量正在慢慢降低，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量能的话正在慢慢减少。熟悉我们频道的观众老爷一定知道，我们主做 BTC， 也就是比特币，我们对应的点开比特币的图表。来到相关页面之后呢，给大家做一下拆解首先是 in 和 out， 那么 in 的话就代表流入， out 就代表流出，它是 ETF 的指标。那这里呢，其实后续给大家解释一下 MR 就好了。MR 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是经济体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它是一个衡量经济体中货币总量的重要指标，由中央银行或者是相关政府机构定期发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全球经济。那这里给出的信号就是 strong， 我们把等级会分为1、2、3、4、5， 1是比较强的做多信号，2的话就相较于1比较弱一点，3的话是中性，不做多也不做空，然后4和5的话都是做空指标。接下来的话是支撑位和阻力位，目前比特币实时的价格是在10万7千，我们预测下一个阻力位点将会在10万9046。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游戏通过 OKX 虚拟合约
然后开设一个仓位，仓位的价格就是以目前比特币实时行情价，然后到下一个阻力位，也就是这个价格，我们吃到的话就是短期的一波福利。我们可以通过 OKX 虚拟盘来验证一下此次的猜想。那我们在下期视频当中也会更新具体的一个收益情况。这里的阻力位的点位是从哪里获得呢？是从我们的斐波那契。很多观众也可能不太清楚斐波那契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解释。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表。那上期影片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是也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纠正一下。首先是通道的问题啊，这里的话我们不能把第一根线当做一个通道，通道的话应该是2根线中间的这个位置，那这就是第一通道。第一通道、第二通道、第3、第4、第5、第6、第7。然后一般呢，我们是不以最上面一根线和最下面这一根线作为例子，所以它其实不在我们的参考范围之内。我们重点看的就是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处在第3的通道上。然后呢，它会有一波很明显的上涨的趋势，所以我们预测的价格是在109000会出现一个阻力点。那这也就是我们刚刚的支撑点位和阻力位的由来。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斐波那契。在金融交易当中呢，大家可能最常使用的是斐波那契回撤和斐波那契的拓展等工具来预测潜在的支撑位和阻力位。交易者认为资产价格在上涨或下跌后呢，往往会出现斐波那契比例，比如说 38.2%， 比如说 61.8%， 附近遇到反转或者是盘整。总的来说的话，斐波那契它在金融市场当中提供了一种量化分析价格波动的方法，帮助交易者识别潜在的交易机会。大家目前所看到的话，是我们实时的多单、空单的开单情况，以及是我们本身自己的我们自己有在那个币安平台当中进行到了一个跟单交易啊。那如果你想要进入到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一个首页当中点击到这个红色的 Leave， 点击好之后呢，会引导我们进入这一个页面。那同时呢，如果你想要进行跟单的话，可以点击我们的 Copy Trading， 在这里面会打开一个网页。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加密行业的小白，请一定要选择用户量大、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列入我们的币安交易所、OKX 交易所。你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 20%、数字盲盒、新手福利等诸多便利，赶快注册起来吧。另外呢，我们协同币安跟单平台开启了 AI 数据大模型的新时代，你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闲置资金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那么入口的话，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入口。在这里也给各位观众来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长期看涨比特币。那我们都知道比特币是有周期的，那4年一个周期，现在我们处的话是蓝色，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阶段。那绿色的话是上一轮周期，很明显它还没有到达一个最高值，很有可能会在10月、11月出现一个峰值，然后之后呢就是漫长的熊市。那我们个人的话观点是这一个，因为有时候在做合约交易的时候，不能只看短期短线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很有可能我们通过周期表的话是可以看出它目前整体的一个走势。那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整体还是往上在走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开设仓位的时候呢，也不建议大家就做空。如果我们单拎比特币不是说其他币种，我们不建议大家做空，还是以做多为主，能不做空就不做空。那当然，如果你要吃短期的一波那个收益的话，完全是可以的我们所讲的话是长期来看，长期以往的话，那还是以往上走的趋势的，那这个趋势还是在的。在这支影片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完善一下这个游戏那有了目标的阻力点位的话，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设置具体仓位。毫不夸张的说，在上一支影片当中，我们也开设了这样一个小游戏，并且我们预测是完全正确的。我在当时就是我们阻力点位给到的是107550，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仓位当中看到。那在这个开仓位不到1个小时之内，我就已经完善了这笔收益。那因为我设置了止盈止损点所以它自动帮我进行到一个平仓了，也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个收益图。那今天我们来继续完善一下这个游戏。既然已经有了目标点位的话，那肯定不能用现价了嘛，因为比特币的行情已经在这个点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到这个支撑点位来进行到一个开仓，因为很可能吃不到这个单子。
然后这里呢，我们将模式调整一下，主仓，然后杠杆选用10倍就可以了。虽然是模拟交易，但是我们一般也不推荐大家使用过高的杠杆。如果做比特币这一种的话，我们都是用5倍杠杆来做的。然后在这个方向呢，我们也推荐大家设置到止盈止损点啊。那这里的话，止盈价格我们标记是这个109000，那我复制一下啊。然后这里呢，我们 copy 一下。很多观众也会问啊，那这里的止损点位要怎么设置呢？我们同样看向这一张表格，一个支撑点位，一个阻力点位。我们吃的是短期收益，所以我阻力点位设置的很低，109000就已经足够。如果你长期看涨的情况下的话，可以往11万这个方向去设置。那这里面的话都有具体的价格标注，只是它是长期的看涨情况啊。那我们不清楚这个比特币价格什么时候会到这里。如果做短期的话，可以很好的给大家体现一下具体的一个收益情况。那我们这边就做短期的。那同时呢，支撑点位的话会变成我们当前的止损点位。那这里的话，比如说是105218，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同样复制一下。因为比特币长期还是往涨，就是看涨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止损点位设置的过低。虽然它是模拟盘交易，但是我们一般也是推荐大家使用到这一个价格。那这里的话，同样也是去进行到一个复制。然后这边呢，我们选择到一个做多。然后确认这笔交易，那当前的话就已经开设仓位了，那是这边当前仓位。然后这里是委托，委托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止盈止损点，一旦到达那一个点的话，会自动进行到一个平仓，或者是就平仓。你自己也可以手动平的，可以在这个方向上直接点一键平仓。模拟盘交易只是为了验证我们那个猜想。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友的收看。如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问题的话，评论区当中评论出来，我们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多多使用一下我们设计的交易指标平台。